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个周末我们在策划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，发现上海居然有165个博物馆，有一些看名字根本不知道是什么，比如金刚博物馆，还有零食博物馆和游戏博物馆这种。然后像上海天文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蛇年迎春展这种太热门了，我们根本没预约上，所以这个周末我们就挑了几个感兴趣的，大家一块看看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公安博物馆，听说这里有很多真实刑事案件的作案工具，还有绑架性、凶案现场的还原等等的一些展出。这个博物馆是完全免费、免预约的，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吧。警鸽通讯教材，是给鸽子看的教材吗？这是一台印刷机，说是70年代至80年代用这台机器印的上海的通缉令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也采用了这种藏东西的做法。这是一些警哨、警笛，这还有美国芝加哥的警笛。刑侦馆部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，请酌情观看。刚进来就看到恐怖的，这2个是包尸块用的纸张。这是凶手的笔录，这里高亮的字写的是：将尸体解成8块，并用老虎钳将被害者2颗金牙拔下。这就是凶手的老虎钳、分尸的菜刀和拔下的金牙。这是凶手用的爬墙的绳梯，这后面还给我们图示解释了一下这个绳梯怎么用的。这是以前50年代的照相机。这是一个自制炸弹，装在信封里。什么是左3右4的特征？有人知道吗？这是警方根据受害人的印象画出来的模拟画像，感觉现在已经可以用 AI 来做这件事情了，给出几个可能的长相让受害人分辨。这是以前的人们用的笔记本电脑。上海公安机关保护了这个高达模型的知识产权，然后高达回赠了一个限量款模型。有没有程序员能翻译一下这黑客代码是啥意思？这里有30年代的跑马场，第一次见还有跑狗场的。这是透视眼镜和透视的麻将牌，能看清吗？能通过这个眼镜看到底下的那个是9条和3饼。
那个年代没有头盔，所以他用了一个铜盆帽当做警盔，刷了白漆。那么它射程就不加，变短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半自动现代枪，然后呢，这个中折式现代枪，以前经常用的。现在我们到了当代艺术博物馆。当代艺术博物馆里面展的就是一些当代艺术。这个博物馆是免门票、免预约的。现在它里边展览的是一个叫“刺天”的展，进去看看吧。这个模型是一个飞机，它的左右两边结了一个汽车，那边是一个三轮车，然后通上了一个像是铝合金的管子，把天刺破了。天花板上是一些衣服在补天，大概是我理解的吧。这个飞机的座椅还延伸到外面来了。这是飞机的客人，这是汽车，这是拖拉机。这个展览是一些腿，底下每个腿都穿了鞋，然后这个腿都非常的长，还可以通向天花板。现在我们在这一块天的上边，能看出来这个天就是用衣服补成的。这个当代艺术博物馆这么大的空间，就展了这一个展，还是免费的。这个博物馆的洗手液，居然用这么好的洗手液，据说这个洗手液是300多，这个护手霜700多，搞艺术的就是有钱。这个博物馆里边还有一个艺术商店。这是一个艺术果篮，1100，感觉葡萄都放不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自然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主要展出的是一些动植物标本和模型，还有一些互动体验的，适合小孩来。这个门票是30元。那不可能是假的，这小时候很贵啊。这个鲸好大呀！第一个东西，我让你们慢慢摸啊，因为妈妈。这些模型做得真好，看起来非常逼真。你看它这些毛，看得像真的一样。这个恐龙实际看非常高大，你想它的头要是低下来，凑到我脸上，我真的能被吓死。那我们的这个雕石手，这个
谢谢。这是什么？这个章鱼。这是窃蛋龙，给它取这么一个名字，是因为科学家刚发现它的骨头标本的时候，它的形状像是在偷别人的蛋，所以叫窃蛋龙。其实人不是从猴变来的，人只是跟猴还有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，但是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分开演化了。能人背后有能人。把这个头骨放在这个 CT 扫描仪下边，就可以在这个机器上看到这个头骨的脑容量。你手往后一手。我们现在到了历史博物馆，但是我们今天不看历史，我们在里边看一个珠宝展。这是法国19世纪的工艺钻石项链。这是拿破仑一世金叶子，是拿破仑称帝加冕的时候王冠上的装饰。现在世界上只存了2片了。据说这是一块触摸表，就是当你在一些重要场合一直看表很不礼貌，然后这块表可以让你通过摸它能知道现在几点钟。能看清吗？它这个蓝色的表面上面有一根羽毛形的指针，这个指针不是指向现在的时间。当你想知道时间的时候，你就去顺时针的扒它，就是当你在哪一个数字的这个位置遇到了阻力，那就说明现在是几点。你以为这是个打火机，其实它是个音乐盒。金编织袋。终于理解妈妈、阿姨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种大首饰了。这样看真漂亮。
这个项链上面的蓝色穿珠会让我想起《阿凡达2》里面的那个海洋部落。这是19世纪法国一位公主的香水瓶，它的瓶盖是金子，瓶身是水晶，又给今晚的梦增加了一些素材。别人的一个空瓶子都老值钱了。这个宝剑的刀柄上全部镶嵌了宝石，在我们这种穷人看来，就像在做那个鹅卵石脚底按摩。这个蓝宝石超级闪，我在现场看的比你们在镜头里看的还闪，闪瞎了。现在这个王冠是不是戴在我的头上？这居然是一个吊坠，非常大，而且形状跟真的心脏还挺像的。蜘蛛、蜥蜴、鳄鱼。现在是第2天了，我们来到了工艺美术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主要展览的就是一些精美的艺术品。这个博物馆的门票是8元，不能预约，只能在现场买。这个博物馆就在我身后的这栋楼里，看起来里面应该不大，外观像是用一个老洋房重新刷漆改造的。这是一座象牙雕的千手观音。这是在一根完整的象牙上雕的《西厢记》的故事。这是一个18K 黄金和钻石做成的皇家轿车。珐琅就是一种给金属上色的工艺，把矿物质填充或者涂在这个金属器物的表面。这些蓝色、绿色、红色就是珐琅。这个看起来是一块木雕，其实它是石头模拟的木雕。这个牛了，这个是象牙雕刻的蜘蛛丝，并且它每一根蜘蛛丝上都写了字，刻的是《红楼梦》第5回全文。真难以想象它能把那么多字刻在这个细细的线上。这不是油画，这是上海绒绣，用棉线做的。这是用
布和铁丝做的，它这种工艺的名字叫灯彩。这是面塑，它的材料是面粉。我们从这个博物馆出来了，临走了我还拿了一本这个《乐游上海》的杂志，是免费赠阅的。这个杂志还挺好的，它里面介绍了所有的活动，因为这个是1月刊，所以全部就是上海的1月份的活动全部列在这里，还有一些上海你可以去的地方什么的，超级适合我们这种出去玩的人。现在我们在上海地铁博物馆，这是一家以地铁为主题的博物馆，门票是30块钱一个人，不需要预约。这个博物馆除了购买30块钱门票之外，还可以预约一个这个模拟驾驶的体验券，这个是免费的，一个人1次。博物馆的门票，平时是30块钱，周2免费。1863年就有世界上第1条地铁了，建在英国伦敦。上海没有地铁之前，人们出行是这样的，看着非常拥挤。上海的第1条地铁是95年开始运行。这是一个挖地铁隧道的机器模型。我们现在要去体验模拟驾驶地铁了。2只手同时按下绿色按钮，这2个。同时，我要一直按着吗？摁下去就可以。请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，下车好的乘客真实。请提前做好准备。所以真实的地铁里也是有这个监控的，是吗？江苏路到了，请在屏蔽门完全打开后，从左边车门下车。开门请当心，注意脚下安全。We are 左 now 边车门 at 下车，摁红色按钮来开门。我们等在没有上下行乘客之后，我们按绿色按钮来关门。哦，要等它这个倒数吗？可以这样。我们等在倒计时结束之后，我们再同时按下2个绿色按钮来发车。哦，所以这个倒计时是发车的意思，不是关门的意思。同时按下，我们就有个气。这个是放在地铁上部的那个牵引系统，说是要缓慢移动这个镜子，不知道能干嘛。啥也没有。现在是下午1点半，我后面展示了现在实时的今日累计客流量。你看这个2号线，今天已经输送了27.9万人了，太厉害了。因为2号线连接了虹桥、浦东2个机场，客流量是
整个上海地铁线路里面最大的。这里展示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大城市他们的地铁运营情况，还有客流量什么的。有一些国家的地铁是24小时运行的。上海的很多地铁站名是专门的书法家设计的，这里展示了一部分上海的地铁站名书法作品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游戏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是中国最大的游戏博物馆，由大名鼎鼎的游研社承办的，门票是38一个人。我们现在一谈到游戏，通常第一反应会是电子游戏，但其实你看这儿。距今45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，人们就已经开始玩棋盘游戏了。这是1978年苏联生产的游戏机。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去的游戏厅的街机游戏。它现在都做了那种缩小版的，都可以玩的。去过游戏厅的朋友应该都认识。这个我都有点眼熟，《三国战记》。这个《傲剑狂刀》你肯定不知道。这个我不知道。这个截图很眼熟。那你是在哪儿看到的？你去过游戏厅？就是路边有的那种便利店门口也会有街机。对，现在那种那个电玩城也有。对。什么？根本来不及。不行吧？太短了这个板。对，来了。无敌了。咱俩就这样吧。每个成年人都能在游戏上获得最纯粹的快乐。有一点那个当年街机游戏厅的感觉了，就是你玩游戏是有观众的。任天堂最早是做花牌的，对，日本的花牌。这里可以试听游戏音乐。这个是你之前玩过一阵的那个游戏《蔚蓝》。对。这个认识吧？空洞骑士。就是你做的模型那个。对。那个很眼熟。咱们俩看的剧。那个美剧。最早是游戏。游戏叫《宇宙撞决战车站》。啥玩意儿？你看看里边是什么？是这样的赛车游戏。这里写的说，1983年美国家用游戏主机市场收入达到32亿美元，但是到了1985年就下降到了1亿美元左右，这全部都要归功于 E.T. 游戏的大失败。1977年的苹果电脑，家用电脑生产之后，对家庭游戏机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冲击。
继承了，就是总在谁手里。我好期待小哥哥的走歌小二。好吗？按这个，按这个。B 跳吗？哎，A 跳。哦，这个是啊！哦，可能是。这个屏幕能看出来吗？有一点3D，伪3D 效果。这是一台由游戏机控制的缝纫机，你插入这个卡带之后，你可以在这个游戏机上设计你的图案，然后通过操纵游戏机，在这个缝纫机上把你设计的图案缝出来。是我们小的时候见过的小霸王学习机，只有这个小霸王标的才是正版的。我们在用英语跳过，他不允跳关，不给他送关。超级小的手柄。也2条命。可以。然后我说第2步要打。应该是我知道的最早的全中文配音的游戏了。死了。这里模拟了一个90年代的家庭游戏场景。哎，在这玩空荡接龙呢。一旦能凑成一整套。这是以前小学的计算机课的回忆。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，有人买一本就能全年级都借一遍。不过这都比我们那会儿更老这些。看懂了吗？没有。这个 MUD 游戏就是纯文字的，就是你看到了牛牛羊羊和出口什么的。以前我就是在初中的时候，偷偷在课上用按键手机玩 QQ 农场，就是这样按键玩的，就是大便大便大便乘19，是否是取是，就捡了大便。捡大便。
那我们这2天的博物馆之行就到这里啦。这几天去了好几个博物馆，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喜欢自然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。自然博物馆就是有很多的动植物的模型和标本的那个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历史博物馆我们这一次专门去了它的珠宝展，那些就是来自18、19世纪的国外的王公贵族们的珠宝，布灵布灵的，非常闪耀。那你所在的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博物馆呢？也欢迎跟我们分享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